之前还这一段可以录进去吗？可以吧？可以啊，可以。要不要先卡一下？外观可以再一次吗？我怕我加错，有可能2期吗？沾粉要沾粉，先不用沾粉吧。对了。我会吃，然后吃完之后就你们可以讲一点话，就你觉得怎么样，就随你形容词，这样就好。如果没有正面评价怎么办？ OK。嗨，大家早安，我是 ET。那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就是我要带大家去开箱凤凰城所有咸酥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咸酥鸡？一定有。那这次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要开箱哦，我带了一群朋友要去开箱。先跟大家介绍每一位朋友叫什么名字。来哦，嗨，安静。嗨，我叫 Erica。我是 Peggy。我是宇轩。嗨，我叫 LB。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想念台湾什么？超多，例如我想念台湾的便利性，哦，真的，随时可以叫 Uber 吃到各种美食。真的，你们有叫过这里 Uber 吗？超贵。但我在这里路上没有看过 Uber Eats。哦，他们都开车，开车送，是开车对，他们用开车。还有吗？你们有想念台湾什么？蚵仔煎，蚵仔煎，你很喜欢吃蚵仔煎？普通，但是每个礼拜都会吃嘛，去夜市就会去吃。你有吃过这边蚵仔煎吗？没有，可以试试看。想念卤肉饭，卤肉饭，我卤肉饭多，这边卤肉饭就多。很道地的确是会有一点落差，但是我觉得要卤肉饭蛮多有。臭，所以你会觉得臭？我觉得很臭啊。很臭你们有人觉得很臭吗？我觉得鸡也很臭。真的假的？鸡会吗？我觉得火鸡最臭。火鸡最臭。火鸡好臭，这里的肉都蛮臭的。只有牛肉不臭。对，这真的假的？那我就木蛇。我自己做的卤肉饭也是难吃的东西。这也是我的问题，可能是我个人问题。我想念生鱼片。真啊，这个我很有感触，因为我如果减脂的时候吃蛋白，我在台湾我很常点生鱼片，对，就是一整盘。可是单价也太高了吧？就是你知道，每一天如果吃鸡胸肉吃久了，你就会觉得，就会很想要吃别的。生鱼片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我在这边怎么买生鱼片都不行。1年前，因为板娘老公的工作，一家人移居到Arizona。某天，老公下班后的一句话：“好想吃鸡排哦，好想来杯珍珠奶茶。”重新萌起了梦想小店的想法。2022年的11月开始，他们开启了台湾妈妈 Kitchen， 用最熟悉的台湾味道，创造他们心中理想的店铺。我们第一家先吃台湾妈妈 Kitchen， 这是它咸酥鸡的样子，大概一包有1、2、3、4、5、6、7、8、9、10、11、12、13、14、15块吧，大概15块。我觉得是比台湾的咸酥鸡还要大份，然后大家吃吃看。OK。来，好像比较干诶。对呀，有哦，比较干。比之前来干。可是比较咸呐。我觉得它每一块有些比较咸，有些还好。我比较选吗？我觉得味道有比较重一点。我也觉得味道比较重一点，但是里面一样没有味道。对，只是外面好像胡椒粉比较多。哦，刚好那有吗？今天胡椒粉好像里面没有。我这个没什么味道。这个没有，这个外面蛮咸的。那就是那一块。其实不一定。好，那大家觉得它外观可以拿几分？如果满分是5分，然后没有分，最低分就是0哦。好，外观给几分？我3分。是3分4分5分。那香气呢？香气请给分。3、3、 3。对，味道请给分。最后一个口感请给分。9？怎么只有9？真的吗？真的212多。要不要先卡一下？应该是有可能，因为它这次真的炸的比上次好。对啊，外观真的是看起来蛮不错的。外观不错啊，炸得很金黄。对，就是颜色没有黑掉。对，看起来就是会有食欲的这一种。感觉也蛮酥脆的。对，对。
香气哦，就是跟一般的咸酥鸡的香气其实差不多，对，就是闻就会起来知道是差不多。对炸物这样。只有胡椒粉的香气而已。对，其实胡椒粉可以再多一点。对，我觉得太少，太干，而且没有腌过的味道，就是单纯的肉味。这个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其实我们来吃不止一次，然后这次算是很可惜，刚好评价的时候它是比较干的，但我们之前有曾经来吃过，是很 juicy 的，对，所以可能是他们里面的工作人员的手法的落差啦，这个我觉得有点点可惜。有点小可惜了。对，台湾妈妈咸酥鸡有最可口的外观，因为拍摄需求，我前后吃了3次，遇到3次不同的状况，也告知了业主。板娘的回复非常的和善，也认真了解食客的建议，想变得更好。其中一次品尝了他们的鸡排，我认为是非常不错的，仍然是值得推荐大家品尝他们的台湾味。ETTM Pakong Chicken 这间店真的不是我开的，店长健谈爱聊，表示自己的用料实在，开店备料辛苦花很多时间，常常是忙到很晚。它有内用区，除了咸酥鸡以外，还有各种饮料，整间店充满了外星人，非常的可爱。这是我们第2家，好，这家是 ETT， 然后它这边有卖饮料，然后还有也有台湾的咸酥鸡，所以我们来这里吃这边的咸酥鸡。那大家开动。先不用沾粉吧。对了。Nice。好像你不用特别沾粉，那个根本有一个味，就有味道。对，根本对啊，大家觉得外观如何？老3、2、1， 3、5、是，然后再来是香气。好，来，3、2、1， 3、是4、5，然后味道3、2、1，最后是口感3、2、1。这一家的咸酥鸡呢，就是让我吃到就是真的有一秒回到台湾的感觉。对，这就是我给它最高的评价，赞。腌的肉很好吃哦。我超喜欢它的粉的，对，因为它的重点是粉。对，其实它那个外面的胡椒粉吃起来真的是很有那个台湾那种一大盒的那种白胡椒粉的那种感觉。那叫什么？老公标仔。老公仔标就是一盒的一盒的白胡椒粉哦，就是很台湾味，这绝对是在美国吃到最好吃的有对，它有种回甘的感觉，觉得真的超好吃。怡轩，我觉得它的粉有调味道，然后肉也有腌过，所以就是吃到外层的时候，粉已经有香味，然后吃到内层的时候肉有味道。好的，我们就慢慢吃，然后等等前进下一家。Yes 咖啡不只卖咖啡，整间店满满的台湾美食，是我搬来美国后第一间吃的台湾味。对于他们的主餐使用台湾的菜盘，外加电视中播着台湾的频道，感受到浓浓的台式风格。我们第3家来到了 Yes 咖啡，我失误下录音出了点问题，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最后大家对于这家的评价吧。我们一样根据外观、口感、香气等等做个评分。这一家的那个咸酥鸡啊，我觉得它的味道就是味道会比较重一点，偏咸一点，但是外皮还是酥脆的。因为它就是非常的咸香，所以呢，我觉得它就是很适合搭配白饭一起吃。
比较像台湾的那个鸡排便当会出现的那一种。整体来说是好吃，不过它油耗味有一点点重，跟略偏咸了一点。调味偏咸了一点点，不过还是好吃。如果你偏好重口味，Yes 咖啡单吃的咸酥鸡一定很适合你。好，那我们今天吃了3家台湾妈妈、ETT 跟 Yes 咖啡，然后总评分下来 ，ETT 是最获胜最高分的。我们一致认为就是 ETT 是最好吃的。如果你只能选一家吃，那你就去吃 ETT。但如果你在这附近凤凰城生活，其实你3家都来吃看，3家都有不同的特色。那也不一定说我们觉得哪一家好哪一家坏，你就会跟我们一样的看法。那等你吃完3家之后，跟我说你觉得哪一家最好吃吧，欢迎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下次见，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分享、底下留言。拜拜。先别急着关掉影片啊，我还有番外篇，我们继续看下去吧。隐藏番外篇，除了凤凰城以外，我们在神东拿这边有一家也是台湾的咸酥鸡，然后谣传很好吃，所以特别来带大家吃看。那这家叫做 Sono Kitchen， 那只要来神东拿大家都会吃。那这家店它比较特别是，它是台湾人、日本人跟中国人3个老板啦。那它里面就有陈设，就是台湾咸酥鸡的由来啊，跟一些特色，所以来这边要吃。那等一下我们邀请2位一起吃咸酥鸡，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到底好不好吃。东西来了，先跟大家讲，这个分量的话是头加税之后是13.25块。OK， 那来看一下13.5块的量，大概这样。就是13.25量是比就是在 Phoenix 城内的那几家都还要多，然后它有附一个酱，然后它这个比较跟其他家不一样，是还有9层塔下去炸，所以它应该会有一个9层塔的香味。今天请2位朋友跟我们一起吃这咸酥鸡，看看这咸酥鸡如何，来吧，我们开吃。只有2根叉子，你们2个先。我吃过 Phoenix 里面的，我觉得这家赢过其他3家的点是，它有9层塔下去炸，所以它弄了一个9层塔香，很接近台湾的咸酥鸡。其他家是没有9层塔。我也觉得9层塔还不错，但我觉得肉还是偏干，就是没有像台湾那么 juicy， 它还是会变得比较干。可是香味来讲算可以了。我也觉得香味可以，其实香味也是蛮胜其他家的。我觉得它的面皮就炸起来很像在吃鸡皮的感觉。哦，对，就是面皮还蛮香的。然后它会附一个酱，试试看这是什么样的酱。它是那个，我觉得偏凯撒沙拉酱那种，对不对？但你千岛，对啊，千岛酱。我是不太习惯沾这个酱啊，我喜欢吃咸酥鸡本身这样。还是炸鸡配美式蘸酱，对，还是偏炸的那种咸。我觉得它有点比较偏咸，比在美国这边，因为它调味下比较重。好，这是我们在神东拿吃的番外篇咸酥鸡。那不知道你最喜欢哪一家咸酥鸡，再跟我们说咯。偷漏，我们之后会开箱更多凤凰城的东西，包含粉，包含珍珠奶茶，还有什么你想看我们开箱呢？赶快告诉我吧！哟，感谢收看这部影片，你喜欢吗？想看更多这样的影片，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按下那可爱的小铃铛。Wow, thank you for watching. Did you like watching this video? If you want to see more like it, make sure to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Don't forget to hit the cute little bell icon. See you next time.